今年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有一位25岁的姑娘，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人确实很漂亮，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也扣，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就是觉得长得丑啊，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好不容易啊，有一位男士27岁，在事业单位工作，长得很帅啊，父母都是医生，这家庭条件也好啊。这姑娘觉得还行，想见面认识看看。给这男士看了这姑娘照片，他也很愿意，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昨天晚上俩人就约着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俩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很开心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沉稳，脾气也很温和，平常喜欢运动啊，经常去健身房，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完了他就问这个姑娘，哎呀，你性格怎么样呀？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这姑娘可有意思了，说我比较懒，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说平常喜欢购物，喜欢旅游，喜欢看剧，喜欢睡觉等等。这给男士听懵了这些都不是优点吧？这姑娘反问怎么不是啊？不做饭，比较懒，都告诉你了，这说明我不装呀，不藏着掖着呀。爱购物，爱旅游，说明我热爱生活。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这姑娘说，少则1年3、4次，多则1个月1次。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看看大好山河呀，也享受一下生活。男士吓得呀，赶紧摸摸口袋，你想的是山河大海，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他就很好奇你1个月月薪肯定得有好几万吧？人姑娘很爽快，就5000，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给男士听的呀，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这女方跟男方出门，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她想找个同频的人一起出去享受生活。听到这儿，这男士就怼了他一句我也挺热爱生活的，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喜欢吃澳洲龙虾，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然后就问这姑娘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啊？男士就反问他，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啊？行了，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实则是暗流涌动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男方听了也不让既然你说我计较，那火锅钱咱一人一半。说着呢，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转身就走让前台去收剩下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回去之后，这男士就失联了，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了，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我就特别的纳闷以前呢这人相亲都介绍自己，哎呀勤快，性格温柔，会做饭，爱干净。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比较懒，性格不好，脾气急，不会做饭，还得让人照顾，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这种上来就摊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你爱喜欢不喜欢。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他只会说哎呀自己性格温柔，会做饭，会理财，会规划生活。另外呢，1个月工资几千的人，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把喜欢旅游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说自己热爱生活，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这在相亲市场上是绝对的减分项，还在那美滋滋的计划着，哎呀每年跑出去浪几圈短则几天，长则数周不在家。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我们去相亲选择结婚对象，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收入、职业发展、家庭背景，对方的脾气性格，哪怕是身高样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去购物，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没有利他的价值，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每年光抽会员卡就有几十万，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而非消费本身。你拿着几千的月薪，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这男人不跑才怪呢。有些人找对象你是瞎子点灯，你瞎找今天我让一姑娘给他择偶要求给气得那血压蹭蹭的有一位姑娘32岁，无车无房，北漂，她联系上我，想让我帮她介绍对象，说她的要求一般人给介绍不到，她要嫁的是京沪有房，年入1000万的男人，是年入1000万不是身价1000万。我听完第一反应这姑娘条件一定很好肯定不差。我问她什么情况，她介绍我说硕士事业编制这个年收入15万左右，身高168，体重100斤左右，虽然32岁，但是娃娃脸，看着像25岁的。哎呀，给我一张照片，8成带美颜的，看着确实漂亮。听完她的条件和择偶要求之后，我就觉得不切实际在北京这个城市论学历，单身女硕士那是一大把论年龄，00后的年轻姑娘来找对象也一大把，论长相漂亮也多了去了。你起码有那么1、2条能拿得出来优势吧？
不能什么也没有就要找年入千万的呀。他说自己可以退让一步，除了年收入有要求，其他的都不太做要求。可以要求这个男人啊，年龄大10岁，长得丑也没有关系，毕竟都能赚这么多了，肯定要包容人家的。家庭条件呢也不限制啊，哎，要是脾气不太好啊，他也能忍忍。听完呢，我顿时觉得啊，这逻辑真的是让我服服的了。年入千万的男人，主动权在人家的手里，怎么可能会让你有机会去筛选他们呢？你现在不是想你怎样去接受他们，而是想怎样才能让他们来接受吧？哎呀，这姑娘是一点都听不明白啊！说我要是觉得给他介绍对象困难，他可以把要求再降低一点，年入600万，北京有房子就可以。但是啊，这条件下降了，其他条件就要提升的。你不能长得太丑了，也不能太胖，平常还得顾家。哎呀，血压呀，真的王八都给我摁不住，听得我呀一时找不到词来形容啊。就你这智商和思路，你真的配年入10万的我都觉得费劲啊。我说姑娘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我手上这款行李箱是我最喜欢的，我为什么会喜欢它呀？首先，它牌子硬，地平线8号，美国著名的箱包品牌，罗永浩、周杰伦都是它的明星用户，绝对是有实力吧。其次，你看它外形颜值，宽拉杆设计，超级时尚大气，尽显高级感。360度轻音轮，钢制双轴承材质，坚实耐用。我出去旅游啊，推它推的特别的顺滑稳定，关键啊，人家还超静音，箱体100%PC 材质，更轻更有韧性，不易破裂。你看人家这很小的细节都很精致。拉链采用的是知名的拉链行业鼻祖日本 YKK 拉链，顺滑持久，拉杆还是航天级金铝制拉杆，高于普通拉杆的3倍寿命。内里的分区隔层设计啊，特别让人满意，太实用了。这选行李箱啊，就跟选人一样，谁不想选个质量好的、颜值高的、与众不同的？喜欢啊，就别错过，可以点击购买。你看我买个箱子，我都要看颜值、看实用性、看价值，何况娶老婆呢？更何况人有钱男人娶老婆呀。很多年入100万来找对象的男人，人家的择偶要求，首先第一个年轻好看，其次呀性格温柔不作不闹，第三个家庭无负担，原生家庭良好教育。年薪1000万的男人的择偶要求，哎呀，要么有钱，要么有权呀。他听完就跟我反驳说呀，哎呀，并不是所有男人都像我说的那么现实啊，网上好多晒自己经历的姐弟恋的，相差10岁的，女方离异带娃，哎呀，男方又有钱对她好的，嗨，你可以看看我的评论区啊，还有说80岁老太遇到迪拜王子的。为什么杀猪盘专挑大龄剩女下手啊？因为你们相信不劳而获呀，相信着千万刀馅饼，相信国产科幻剧的剧情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们最擅长的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有钱人身边有多少主动贴上去的年轻女性啊？还轮得到大龄剩女吗？有那些不切实际的择偶幻想呀，不如啊脚踏实地的上班工作，没事多健健身，提高一些腰臀比更实际一些。这个世界上有钱人都不是傻子的，1000万1年的利息就几十万，你想空手套白狼啊？什么都不提供就想嫁给他们改变阶级，可能吗？那些有钱人，你当他们是没见过世面吗？能用1万块解决的问题，没必要搭上1000万呢。你要有自知之明的，你想找个1000万的，要么肤白貌美大长腿，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温柔在床，要么圈子有资源有智慧。这个社会的等级划分啊，阶级锁定的是非常明显的。想靠着美丽的外表嫁给富人，前提是你得有这个价值。如果各方面资质平平，就算给你见面认识的机会，你都不一定能把握住的。与其这样，不如找个脚踏实地、找个条件差不多的男人啊，更实际一些，懂了吧？散会。相亲啊是一门学问，很多人都不会相的，那相都焦虑了呀，血压整的比我都高。我今天给你们总结一下，这些年我在相亲的过程当中总结的那些道理啊，哎，好好听一听，你会受益匪浅的。这第一啊，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相了那么多还是失败。哎呀，哥们儿姐们儿，看问题啊，咱要看本质。相亲啊，想遇到自己喜欢的另一半，只有数量才能决定质量。有的伙伴1年相3、4个，给打击的不行了，焦虑，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甚至还严重的怀疑自己的性取向。哎呀，怎么是不是不喜欢女人了？你知道有多少人是见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才遇到那个合适的？在你自己有限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多扩大圈子才是王道。你得感谢今天能给你介绍对象那些大姨大妈们，改名啊，指不定啊，连他们都看不上你了。逢年过节的，村头讨论的就是你了。交友软件、相亲会、公司聚会，那亲戚大婶们全都来一遍。别说自己没渠道找不到。曾经我这边有个小伙子，人个子不高，可能还刚刚1.6米吧，很不好找对象。那他就去保险公司啊兼职，就去认识那些大姨大妈们，没事就去送点饼套近乎。那别人一个个都介绍可积极了，不到2个月就相成了。人女孩子呀，哎呀，个子高，长得还好看，还没要彩礼啊，那人现在都2个娃了。在量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查缺补漏，先要看看自己的不足，总结经验呀，调整方向。上学那些知识啊，那不是白学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条件，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这个相亲过程当中你得有道，刚见面啊，不要去看电影，乌漆嘛黑的，那手拉还是不拉？2个小时啥也不能干，电影那是暧昧的时候看的。第一次见面以吃饭为主，或者先喝下午茶，聊聊天啊，觉得合得来啊，再请吃饭。第2次约会啊，吃饭加上去公园、河边等等，哎呀，灯光都散发着暧昧的气息，畅想未来，捎带着花花饼。当然呢，如果约不出来的啊，伙伴们基本没戏了。第3次和第4次还能约出来了，哎，你要想办法提升关系，把关系往暧昧方向发展了，别做老实人，约着吃饭，再去划个船呀，去个鬼屋啊，还有游乐场、剧本杀等等，多制造一些肢体接触。哎呀，越聊越远了，有点聊劈叉了啊！以后跟你们唠这些。第3个呢，我想说的是，在女人的择偶机制里面，男人没钱呀，不是最不能接受的点，矮才是。我无意要伤大家，确实在相亲过程当中，女人的眼缘里面，这个身高是占很大的占比的。10个人里面有9个是要求身高，甚至帅啊都比不上这身高的。在男人的择偶机制里面，女人啊这个腰臀比占比是最大。我喜欢灵魂，但是我也喜欢这身材好、长得漂亮的。之所以有的男孩子他不做要求，哎，要么对其他方面有很大的要求，要么就是自身能力啊他没法去要求啊。所以，哥们儿姐们儿啊，如果对方拒绝你，理由啊不重要，因为那些啊可能都是随便编的理由，真实的原因啊可能就是觉得你矮或者是丑，哎，不好直接说而已。那我就是矮，长得就是丑，那怎么办？如何破局？参考第1条啊，千万别懒了。第4个，舔呀，这事儿是有违天理的。我说过很多遍，相亲不要追，你会发现相亲很难也很简单，喜欢你的根本就不用你追，只有不喜欢你的你才会想着去追他。我牵线成功这么多对啊，他喜不喜欢你，看你的第一眼啊，其实已经决定了70%，那20%呢是见面相处的感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首映效应。90%啊是否成功啊，已经在第1次见面都已经决定了。所以啊，见了第1次面之后，对你爱答不理，哎，追了好久还是慢热的、矜持的啊，不是什么回避型恋爱，是不够喜欢。如果你听到他说，哎呀，最近不想谈恋爱呀，我比较恐婚啊，最近工作忙，压力大等等之类的，大概率人家就没瞧上你而已。哎，还有一类人哈，这类人比较危险，就是跟你还保持暧昧，哎，藕断丝连，若即若离，有时候还会对你很好，让你产生错觉，让你觉得，哎呀，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能在一起了？但是永远就差一点，一提到确认关系，对方就闪烁其词，经常性的失联，特别是啊周末呀、长假呀，整个消失。再或者呀，就从来不愿意让你走进他的生活。这种情况啊，大概率是海王或者是绿茶，哎，专门吊着你的。唠这么久啊，最后想跟你们说，谈恋爱谈的是情绪价值，只要玩得来就好了。但结婚你一定要找一个可以和你一起解决问题的人。很多人谈恋爱只谈吃喝玩乐，哎，兴趣爱好，一旦遇到问题就吵架，认为不合适，也不去反思自己。这种人就算在一起了，后面碰到的问题啊，也会不断的去争吵。反而是那些啊能跟你聊工作、聊生活琐事的人，这类啊大多是愿意和你一起承担解决问题的人。工作中、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太多了，愿意倾听、愿意体谅、愿意理解的人，才是你重点要考虑结婚的人啊，哥们儿。好了，散会啊，明儿见。